山西，一片深藏在黄土高原上的神秘沃土，自古以来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黄河奔流不息，孕育出沧桑与壮丽并存的独特风光。这里名山林立，凝聚着千百年来人文与自然交织的神韵。古老的晋商大院，神秘的悬空寺，巍峨的云冈石窟，每一处都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悠远的故事。走进山西，你会被壶口瀑布的滔天豪迈所震撼，也会为平遥古城的古朴韵味而停住。那高耸的应县木塔，精妙的琉璃飞鸿塔，辉煌的九龙壁，无不展现着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的极致之美。这里是岁月与文化的宝库，是尘封记忆与现代精神碰撞的舞台。这里是爱旅游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山西必去的10大景点，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1. 壶口瀑布。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5位级旅游景区，横跨山西省和陕西省的分界，东濒山西临汾市吉县壶口镇，西临陕西延安市宜川县壶口镇。这里不仅是中国第2大瀑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当黄河奔流至此，两岸石壁峭立，河口狭窄如湖，水势便在短短不到500米的距离内，从300米宽的河面骤然压缩至20至30米，形成气势磅礴的瀑布景观。1000立方米每秒的黄河巨流，自20多米高的陡崖倾泻而下，展现出千里黄河一湖收的豪迈气概。处在秦晋峡谷的南段，壶口瀑布所在的地理位置独具特色。这里南距龙门约65公里，北与孟门相连，形成了一处大型峡谷瀑布景观。黄河在此由宽阔的水面突然转入狭窄的深槽，狭槽宽30至50米，深约30米，水流在此一泻而下，使得瀑布在枯水期时高度达到15至20米，而在夏秋洪水期更可高达45米。洪水涌来时，水流激荡，瀑布甚至会因水势强大而消失，化作一股奔腾不息的激流。随后水势又在孟门附近逐渐恢复宽广，重现河流的缓缓展宽。从地质构造上看，壶口一带的基岩主要由3叠系脂肪组构成，上部为紫红、紫灰和灰绿色的细砂岩与泥质岩糊层，下部则以长石砂岩为主。这些岩石既坚硬又与较为松软的页岩交替出现。正是在这种软硬相间的地层条件下，奔腾的黄河急流在垂直切割时，遇到坚硬岩石形成的岩坎和软岩被侵蚀成的接坎，便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壶口瀑布的形成。而喜马拉雅运动后，这一地区的地壳缓慢抬升，使得流水的下切作用更加活跃，也为瀑布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壮丽的自然景观之外，壶口瀑布旅游区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里不仅是观赏黄河雄浑水势的绝佳地点，更成为了众多文化活动的重要舞台。例如黄河大合唱、山水交响演出以陕北原生态民歌为依托，通过祭祀黄河、乘风破浪、纤夫拉纤等多个篇章，将黄河的壮丽与民间情怀生动呈现。而9曲黄河沉浸式漫游体验则借助4D 屏幕、多媒体互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让游客仿佛置身于黄河奔腾的历史长河中，360度全视角感受母亲河的独特魅力。壶口瀑布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人文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典范。明代诗人惠世阳的诗句“原出昆仑眼大流，禹观九转一湖收”正是对这里壮丽景象的生动写照。这里的黄河水在狭窄的峡谷中被压缩、急流冲击，再借由地质构造的独特造型，展现出一种天然雕塑般的美感。每一次水流的涌动
都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黄河不息的生命力和中华大地的磅礴气势。近年来，壶口瀑布景区在保护和开发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2013年，宜春县黄河壶口水利风景区被评为国家水利风景区，成为国家级名片之一。2022年7月15日，景区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随着游客数量逐年攀升，近年来甚至突破300万人次，门票收入屡创新高。2024年8月8日，景区迎来了2024年入汛以来最大流量洪水，流量超过1500立方米每秒，再次证明了黄河的壮丽与无穷能量。无论是站在瀑布前感受那震耳欲聋的怒吼，还是沿着峡谷细细品味地质变迁与历史沉淀，每一位来到壶口的游客都会被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丰富的人文底蕴深深打动。壶口瀑布旅游区不仅为世人展示了黄河的壮阔景观，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画卷，见证了中华民族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宏大史诗。悬空寺。悬空寺原名悬空阁，坐落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城东南约4000米处的衡山祠窑峡，亦称金龙峡、翠屏峰西侧，乃如世道三教合一的寺庙建筑群。整座寺院仿佛悬挂在悬崖之上，距地面约60米，其文物建筑面积达472平方米，寺前平台面积726平方米，总占地约921平方米，而文物保护区则延伸至约8.83公顷。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太和15年，公元491年，历经数个朝代的修缮与重建，晋元17时的南楼、北楼及悬空栈桥大致形成了现今的空间格局。中华民国时期的修缮更使得如今所建的悬空寺基本保存了明清时期修建的风貌。寺门向南，以西为正，整座建筑采用木质框架式结构，呈南北走向，多层次横向布局，整体构造为1院2楼的格局。南端为一座悬空寺院，北边则设有2座悬空飞楼。寺院内包含大雄宝殿、太乙殿、关帝殿、钟楼、鼓楼、送子观音殿以及伽蓝殿等建筑，而南楼内则有纯阳宫、三官殿和雷音殿，北楼内设有三教殿、四佛殿和三圣殿。南、北楼之间以2层栈道相连，构成了一个既紧凑又富有变化的建筑群体。悬空寺之所以得名，除因其原名悬空阁中选取道教之理，空源于佛教教义外，更因整座寺院宛如悬挂于峭壁之上。悬与悬同音，遂以悬空2字传之。其地理位置极为险峻，古时此窑峡素有天险之称，东望天峰岭，附近河流浑河及扣水上游支流自此流过，经过10名行的千年古道，便是通往衡山核心区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跨越太行山、连接山西与河北的交通要道。悬空寺建筑巧妙依托于悬绝壁半腰的表面岩层断裂所形成的凹陷城台，这一城台作为主要承重基础，将寺院稳固地建于险峻的崖壁之上。寺院外部的回廊和外挑结构则采用插入岩石的悬壁梁支撑，其端部辅以立木撑杆，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坚固的承重体系。据传，这些木梁经过桐油浸泡，具备防腐作用，而各处立木的布置经过精确计算，既有的木柱起了承重作用，又可平衡楼阁高度，使得整个建筑在抵御风雨、避免日晒与滚石冲击方面具备优越性能。悬空寺的整体建筑分布错落有致，殿楼之间既对称又富变化，形成了曲折回环、虚实相生的独特格局，既有单檐、重檐、3层檐等多种屋檐形式，也采用了抬梁、平顶及斗拱结构，屋顶是以正脊、垂脊、枪脊等装饰，既融合了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韵味，又保持了传统建筑的庄重与严谨。历代文人对悬空寺赞叹不已，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称其壮观，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亦惊叹其为天下巨观。
悬空寺不仅以其惊险奇特的外观吸引世人，更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三教合一的特色，成为研究衡山山岳崇拜、北岳神迹以及民间信仰、传说和歌谣的重要实物资料。寺区内流传着诸多悬空之谜和传奇故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悬空寺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在2010年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10大最奇险建筑之一，同时它还是国家4A 级景区。悬空寺文物保护区不仅展示了古代木构摩崖建筑的典范，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宗教文化，成为衡山18景中的第一胜景。走进悬空寺，游客不仅能近距离感受那悬挂在峭壁之上的壮丽建筑，还能体会到古人如何在险峻地形中发挥智慧，利用岩石、木材与巧妙结构构建出如此独特而坚固的寺院。从寺门到各大殿楼，再到连接南北楼的栈道，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师对力学、结构及美学的深刻理解与精妙运用。悬空寺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非凡的历史价值，成为中华民族古建筑智慧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也让每一位登临此地的游客在惊叹之余，感受到跨越千年的历史脉动与艺术魅力。3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部，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也是中国4大石窟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始凿于北魏皇始3年398年，当时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平城，五洲山变成了圣岳与平城之间的交通要冲。在文成帝拓跋逊即位后，沙门统坛耀主持护法大业，选择了这块钟灵毓秀的山体，凿山石壁，开窟造像，以彰显佛法与国威。云冈石窟的开凿历时约150年，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等朝代，如今现存主要洞窟51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多达5100余尊，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其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的桂冠。云冈石窟原名灵岩寺、石佛寺，是中国第一个由皇家授权开凿的石窟。它不仅体现了北魏王朝的政治雄心，更展示了当时独特的文化交流和艺术融合。石窟内的造像充分吸收了印度、中西亚乃至希腊、罗马的建筑造型、装饰纹样和人物面貌等元素，使得云冈模式独具西来风韵。这种东西方艺术风格的交融，不仅是对当时佛教自西向东传播的一次生动诠释，更对后世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因如此，1961年云冈石窟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瑰宝。从整体布局来看，云冈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1公里，形成一幅恢宏壮丽的立体画卷。这里既有雄浑壮观的主洞窟，也有规模较小、精致细腻的次级窟群。东端的第1窟和第2窟为双窟，中央雕有层叠的塔柱和弥勒佛像，四壁佛像虽历经风化，但依然能窥见当年的雕刻精华。而第3窟则是整个石窟群中最大的洞窟，其前断壁高约25米，被传为坛耀易经楼遗迹。内部前后分室，中央凿出巨大的弥勒窟室及配套的3层方塔，展现出极高的雕刻技艺和设计智慧。第4至第10窟等，每一窟的佛像和浮雕都各具特色，或以雄浑的30佛为主像，或以精美的佛本生故事浮雕讲述佛陀传奇，细腻的线条、丰富的表情与生动的造型，无不彰显出北魏至隋唐时期的艺术风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坛耀5窟，第16至第20窟，它们布局严谨，造像精湛，主像高度从13.5米到16.8米不等，
均呈现出一种雄浑大气的美感。第16窟中，释迦像端坐莲花之上，周围雕满千佛和佛龛。第17窟的30佛和焦弥勒坐像，均以恢宏气势和细致刻画赢得世人赞叹。而第18和第19窟的立像，则以精湛的技艺描绘了佛陀庄严的形象。每一处雕刻不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历史和宗教信仰的传承，赋予了云冈石窟独特而深邃的文化内涵。除了主要洞窟外，云冈石窟的西部瑶群第21至45窟分布在主洞窟以西，主要为中小型窟。这些窟体雕刻出了面相清癯、神态秀逸的绣骨青像新样式，反映了北魏晚期雕刻艺术的时代风尚。无论是大型宏伟的主窟，还是这些风格独特的小窟，每一处细节都充满历史的沧桑与艺术的光辉，记录了佛教艺术从传入中原到汉化发展的重要历程。云冈石窟不仅是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更是一部跨越千年的文化史诗。这里的每一尊佛像，每一处浮雕，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北魏王朝的盛世辉煌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动人故事。游客行走于这些洞窟之间，仿佛能感受到那股穿越时空的庄严与宁静，见证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传承与演变。如今，云冈石窟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2亿元，其辉煌与魅力不仅吸引着中外学者前来研讨，更让无数热爱历史和文化的游人驻足叹息。在这片历经风雨却依然光彩照人的石刻艺术宝库中，您可以看到佛教艺术的源远流长，也能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创新。云冈石窟无疑是通往古代智慧与美学的宝贵桥梁，等待着每一位心怀敬仰与好奇的旅人去探索和品味。4. 平遥古城。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平遥县境内，是一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城。自西周宣王时期始建以来，这座古城历经沧桑变迁，至明代洪武3年1370年重建扩修后，逐步形成今天这座规模宏大、风貌独特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其城池形态宛如一只缓缓向南爬行的乌龟，民间又亲切地称之为龟城。走进平遥古城，仿佛穿越时空，来到明清时期的繁华市井之中。古城内城墙、店铺、街道、寺庙和民居等建筑群布局严谨，结构精巧，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建筑体系。平遥古城的规划沿袭了古代汉民族城市建设的传统理念，城中心以市楼为轴心，以南大街为主干，形成左城隍、右衙署、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寺庙的封建礼制格局。这种布局不仅体现了古人人神共治的思想，也充分展示了明清时期城市规划的严谨和对称美。古城内街道呈土字形排列，依据八卦方位规划，由4大街、8小巷以及72条曲折狭窄的油帘巷构成一个完整的八卦图案，而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衙门街和城隍庙街又形成了一幅干字形的商业街网。这种精心设计的街巷布局，使得平遥古城既保持了浓厚的历史韵味，又见证了古代商业繁荣和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在平遥古城中，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依然可以看到那一砖一瓦、一檐一脊的古建筑风采。古城内的商铺沿街而立，铺面坚实高大，屋檐下彩绘斑斓，房梁上雕刻精美的彩雕更是无不彰显着明清时期独特的建筑美学。古民居多建于清朝中晚期，其布局严谨，轴线分明，左右对称，宅院深邃而紧凑，既体现出家族伦理的秩序感，也展现了汉民族传统建筑的朴实风格。平遥古城的建筑还有一种房子半边盖的特色，这种设计既能抵御干燥多风、风沙侵袭的自然环境，又形成了一种内敛而凝重的空间格局，给人一种厚重而稳固的安全感。
古城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十分优越。平遥位于平原地区，背靠东南太岳群山，西北临近汾河谷地，地势由东南向西北缓缓倾斜，平均海拔约750米左右。这里属于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夏季炎热而干燥，冬季则寒冷且多风，年降水主要集中在7至9月份。这样的气候条件不仅造就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也为古城的历史建筑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生长环境，使得这些历经千年的建筑得以保存至今。平遥古城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材。走在铺满青石板的街巷中，每一处角落都似乎在低语着古代繁华的市井生活和官民共治的风云往事。古城内的市楼、城隍庙、衙署等大型建筑不仅见证了封建礼制的严格规范，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追求。古城的规划理念秉承着传统礼制思想，严格按照左祖右社、文武相对、上下有序的原则布局，充分体现了古代城市规划中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自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平遥古城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平遥古城与周边的双林寺、镇国寺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平遥古城更是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吸引了大量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研究和体验这座千年古城独有的魅力。平遥古城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智慧和建筑艺术的精湛，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沉淀，成为研究明清时期经济、民俗、宗教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每一次漫步在这座古城中，都仿佛在与历史对话，感受那段流淌在青石板路上的古韵和岁月沉淀。正是在这古老而充满生命力的城墙内外，无数故事与传奇交织成一幅恢宏的历史长卷，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屈、传承文化智慧的坚韧精神。5. 应县木塔。应县木塔亦称佛宫寺式家塔，坐落于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佛宫寺内，始建于辽清宁2年1056年，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它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巴黎埃菲尔铁塔并称为世界3大奇塔，在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塔高67.31米，底部直径30.27米，总重量超过7400吨，主体结构主要采用华北落叶松，斗拱则以榆木构成，全塔木料用量高达上万立方米。这座古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刹3部分组成，塔基分为上下2层，下层为正方形，上层为八角形，塔身呈八角形，外观共分为5层6檐，是为明5暗4 9层结构，其中暗层也称平座层，是4个中空的双层环状构造，用以增强整体稳定性和承载能力，同时增加明层的净空，以安置高大佛像。全塔共使用400余攒不同类型的斗拱，平面设计采取内外双层8边形立柱布局，内圈主柱8根，外圈主柱24根，形成套筒式结构。内柱围合的空间为佛堂，内外柱之间的空间为供朝拜礼佛活动的通道，外槽外部则为各层出挑的平座，且塔内设有扶梯供游客上下攀登。整个设计既保证了结构的牢固，又兼顾了实用与观赏价值。应县木塔整体架构完全采用木材，斗拱种类繁多，约有60余种样式，其结构和装饰工艺充分体现了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高超技艺和独特美学。从塔体的外形来看，每一层均由阶基、屋身和屋面组成，形成一种重复而富有韵律的立面效果。6层出檐、4层平座的设计，通过精心调整各层柱高、斗拱和出檐比例，
使得整座木塔在保持庞大体量的同时，仍展现出层次分明、节奏明快的美感。尤其是第一层柱高等于第二、三、四层柱高与斗拱，平座高度之总和，塔的总高度又等于第二层外围柱内皆圆周长。这种精妙的几何对位，使得塔体在结构上达到了严密的平衡，并在审美上形成了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应县木塔不仅在建筑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与技术价值，同时也是抗震避雷等科学研究的重要标本。作为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发展的坐标，其完整保存的构造为考证一个时代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建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1961年3月4日，佛宫40家塔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9月，经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它被确认为世界上最高的木塔。这一殊荣使得应县木塔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声誉。历经近千年的风霜雨雪，塔体依然巍然屹立。其出檐及平座宽厚稳重，各层逐渐递减的出檐长度与精美的斗拱装饰相得益彰，既彰显了中国古代建筑工匠的智慧，也体现了对力学和美学的完美结合。在历史文化传承方面，应县木塔更是承载着深厚的文艺内涵。历代文人墨客曾为此塔赋诗题咏，如赵朴初的诗句中写道：“塔开多宝现神通，木德参天未有终”，以及顾炎武笔下的垒南宫阙进，一塔挂青天，均展现出塔的雄奇壮丽与永恒魅力。应县木塔不仅是一座建筑奇迹，更是一部跨越时空的历史史典，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水平和工艺成就。近年来，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珍贵的木结构古塔，山西省有关部门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和加固措施。2024年，山西省启动了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与保护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召开了多次应县木塔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对全塔进行了全面测绘，并通过局部加固初步设计。2025年1月10日，应县木塔保护协调机制正式建立，为塔体的长期稳定和安全保驾护航。通过这些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不仅确保了木塔的安全，同时也为后世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实践经验。应县木塔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杰出代表，其宏伟壮丽和精妙结构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范畴，成为人们了解古代建筑技术、力学原理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窗口。它不仅是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象征。如今，无论是建筑学者、历史研究者，还是众多前来参观的游客，都能在这座木塔中感受到中华民族在数百年乃至千年历史长河中积累的智慧与力量。应县木塔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建筑辉煌，更以其独特的风貌和文化内涵，激励着人们不断探索和传承那段跨越时空的古老记忆。6. 王家大院。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晋生镇晋生村，是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由灵石望族晋生王氏修建的住宅建筑群。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经过明代中叶王家致富后不断扩建，到清康熙年间家族地位日益显赫，大规模建造房屋、筑堡立宅，使得王家大院逐步发展成一座规模宏大、建筑精美的家族住宅群。现存建筑多为清康熙至嘉庆年间修建，占地约4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2000平方米。大院布局严谨，坐北朝南，院落众多，共计123座院落，1118间房屋，主要组成部分有高家崖、鸿门堡等。自1997年开放以来，王家大院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以及山西的紫禁城，吸引了海内外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展示晋商文化和古代民居建筑艺术的重要载体。
王家大院的建筑群以封闭式的城堡建筑为基本特征，其主要建筑群是吕堡和恒珍堡坐落在晋生村北部的黄土坡上，东西对称，南北纵深，沿南北轴线逐层展开，再从中轴线向东西两侧延伸出数进院落。是吕堡以敦厚宅、宁瑞居为中心，后院、花院及书房院环布东西北等处，而恒珍堡则依照对称布局，从南向北依次排列4层院落，再配以若干偏院，形成既规整又错落有致的空间格局。大院整体设计兼顾了实用性与美观性，每个院落内部均采用4合院结构，青砖灰瓦、雕梁画栋、彩绘檐口，皆体现出精湛的建筑技艺和浓厚的地域风格。王家大院不仅在建筑规模和布局上独具特色，其内部装饰和家族文脉也颇为引人注目。王家大院历经数百年传承，曾孕育出一大批官宦与文人，家训严谨而富有哲理，如乾隆18年由16世祖王廷章创立的家训，强调忠信笃敬、衣冠肃整、见善如己等传统美德，对王室后人的修身齐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大院内悬挂的楹联、匾额及石刻铭文均饱含家族历史和文化积淀，其中不少格言警句至今仍被后人传颂。与此同时，大院内还保存有众多古树名木、古井和祠堂，构成了一个富有生机的历史文化景观，既展示了王家家族的兴衰变迁，也反映出当地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地理上，王家大院坐落于晋生村内，村落地势东西北均为山脉环绕，南面平坦开阔，小河长流，土地肥沃，形成了独特的村落风貌。大院所处区域海拔约700米，气候属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干旱，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宜人，冬季则寒冷干燥。这样的自然环境不仅为大院的建设提供了优越条件，也为后来的农耕生产和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使得王家能够依托当地资源和交通优势迅速发展，成为显赫家族。近年来，王家大院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下，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修缮，并逐步对外开放，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逢春节期间，大院还会举办传统庙会和民俗表演，如划旱船、推车、跑驴、舞蹈等活动，展示丰富的民间文化和晋商精神，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除此之外，王家大院还是影视拍摄的重要基地，多部电视剧和电影在此取景，使其不仅成为历史文化遗产，更成为现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王家大院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精美的建筑艺术和丰富的民俗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展现了中国民居建筑的独特魅力和晋商家族的辉煌历史。其广胜寺飞虹塔。广胜寺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是国家4A级景区，也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寺院始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当时名为巨鹿社寺，又称玉王塔院，唐代时改称广胜寺。历经数次战乱、火灾与地震，宋、金时期曾遭兵火焚毁。元成宗大德7年1303年，平阳一带大地震，全寺震毁。经过大德9年1305年修得重建，明嘉靖34年1555年和清康熙34年1695年，虽曾遭遇地震，但寺内除上寺飞虹塔和大雄宝殿为明代重建外，其余建筑仍保存有元代风貌。如今洪洞广胜寺景区由上寺、下寺和水神庙3部分组成，其中飞虹塔、赵成金藏和水神庙内元代壁画合称为广胜3绝，是吸引无数游客的重要文物和艺术珍品。飞虹塔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是全国保存最完好、最精美的琉璃塔之一，也是我国现存仅有的留有工匠题款的古塔。塔身呈8角形，共13层，
高47.31米，采用青砖砌筑，各层皆射出檐，塔体外饰以黄、绿、蓝三彩琉璃，每层图案各具风格，1、2、3层尤为精致。檐下雕有斗拱、倚柱、佛像、菩萨、金刚、花卉、盘龙、鸟兽等图案，造型细腻，彩绘鲜丽，历经风雨依旧色泽如新。塔角悬挂峰铎，微风拂过时，铎声清脆悦耳。塔顶设有铁制法轮，中镶封魔铜塔刹，造型独特，重量约67.20斤。塔内设有踏道，可供游客攀登远眺。央视86版《西游记》中扫塔变奇冤取景正是此处，使飞虹塔更为世人熟知。2018年8月，经世界纪录认证，该塔被确定为世界最高的多彩琉璃塔，其珍贵与完美使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赵成金藏是宋代我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的版式，该藏经是唐代三藏大法师玄奘从天竺取回的梵文经卷中译善本，全世界仅此一部，被誉为稀世瑰宝，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4大镇馆之宝。它的存世不仅为佛教经典的传承提供了实物依据，也为研究古代印刷技术和佛教传播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水神庙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供奉水神的庙宇，始建不晚于唐代。庙内以祈雨、行雨、酬神为主要主题，壁画布局雄浑，题材丰富。南壁东侧悬挂着一幅大型元代戏剧壁画，画中刻画大型散乐中都秀在此作场的场景。此壁画为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例大型元代戏剧壁画，是研究古代戏剧发展和舞台艺术的珍贵实物。整座水神庙及其壁画，既反映了古人对水利丰收的祈求，也见证了洪洞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和祭祀文化。除上述3绝外，广胜寺景区内上寺还包括弥陀殿、大雄宝殿、韦陀殿和毗卢殿等建筑。弥陀殿为元代建筑，采用琉璃屋顶，单檐歇山式结构。殿内供奉西方3圣像，其中正中铸铜阿弥陀佛，两侧则塑有泥塑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并陈列有红色藏经柜，曾存放着赵成金藏的珍贵孤本。大雄宝殿又称释迦殿，重建于明景秦3年，公元1452年。殿内供奉华严3圣像，正中释迦牟尼佛像庄严肃穆，东侧文殊菩萨，西侧普贤菩萨，明代木雕贴金造像栩栩如生。韦陀殿供奉威武的韦陀像，东壁则会有明万历年间的壁画，保存完好。毗卢殿又称天中天殿，采用单檐5殿顶设计，屋面镶嵌琉璃，内供奉3佛4菩萨、88佛和巨幅12圆觉菩萨壁画，展示了精湛的木刻艺术。下寺门外即为霍泉，据《水经注》记载，霍泉源自霍台山，水深数十丈，是历史上2县分水的重要交界遗迹。霍泉由海场、分水亭和碑亭组成，碑亭内碑文记载了分水图和分水情况。这一遗迹见证了古代地区水利调度的智慧，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近年来，广胜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加大了文物修缮和安全监控力度。全寺11座殿堂内均安装了监控设备，配备消防设施、专门的安全巡逻队和140余名工作人员，共同守护着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广胜寺每年门票收入可达120万元以上，既实现了文物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也让更多游客得以亲身感受这座千年古刹的历史韵味和文化底蕴。8. 九龙壁。九龙壁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中极具特色的一种影壁，自古以来便被视为艺术与文化的象征。它不仅在外观上雄伟壮观，更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民间传说。置身于古色古香的环境中，登临九龙壁前，仿佛便能穿越时空，
与那沉淀数百年的文化精髓相遇。平遥九龙壁位于平遥古城的城隍庙东南，紧邻文庙，原是太子寺山门的照壁。据史料记载，该壁始建于明初，其原始用途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成佛前任的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塑像。壁体以泥陶为胎，外裹五彩琉璃，造型精妙生动，9条栩栩如生的龙姿各具神韵，仿佛正演绎着天地间风调雨顺的神话传说。那龙身盘旋，腾跃于云海之中，既显露出古人对自然景象的独特领悟，也传达了人们对祥瑞、和平与富足生活的美好向往。转至山西大同，另一座举世闻名的九龙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大同九龙壁建于明洪武年间，原为明太祖朱元璋第13子朱贵代王府的照壁。这座九龙壁不仅在年代上比其他同类作品更为久远，而且体量宏大，全壁长 45.5 米，高8米，厚 2.02 米，规模之雄浑，堪称天下第一影壁。整面壁体由426块精致的五彩琉璃构件拼接而成，每一块琉璃都经过匠人们精心雕琢与彩绘，其色彩鲜艳，纹理细腻，完美呈现了明代琉璃工艺的辉煌成就。大同九龙壁的设计构思严谨而富有层次，壁顶装饰有莲花和游龙，寓意吉祥如意。壁身上9条龙形态各异，或腾云驾雾，或戏珠弄水，神态各异，彼此呼应，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立体画卷。尤其令人注目的是那条黄色盘龙，前爪展开如欲乘风而起，后爪有力地拨弄着云海，仿佛在诉说着历经沧桑后的重生与不屈。左右两侧排列的蓝、黄、白、黄八龙中，白龙象征着向上的力量，而其他几条则代表着顺应自然降雨之意。整体造型不仅充满张力，更体现了古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礼赞。九龙壁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恢宏的外观，更体现在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民间信仰中。清代和民国时期，民间流传着洗龙祈雨的习俗，在干旱少雨之时，人们会前来洗涤壁上那传说中具有神灵庇佑作用的黑龙，寄托着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殷切期盼。这种仪式虽带有浓厚的民俗色彩，却也反映出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与对美好生活的无尽追求。然而，岁月不居，历史变迁也曾给九龙壁带来考验。明末清初的战乱曾使得许多珍贵遗迹面临毁灭的危机，而大同九龙壁也在历史的风雨中饱经沧桑。1954年的迁建工程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结构造成了影响，但历经修缮后的九龙壁依然保留了它原始的庄重与神韵。2001年，大同九龙壁被正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不仅是对其艺术价值的肯定，更是对古代工匠智慧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最好见证。九龙壁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历史积淀，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无论是在平遥古城中那座饱含宗教信仰与历史沧桑的九龙壁，还是在大同古城内那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九龙壁，都让人们在欣赏建筑之美的同时，更能感受到古人对自然、对天地、对生命深沉的敬仰。正是这种跨越数百年时空的艺术魅力，使九龙壁不仅成为了地方文化的象征，更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历史文化人士心中的精神丰碑。九晋祠，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原名晋王祠，初称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后追封为晋王，及其母后一将而建。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和晋国宗祠，晋祠不仅是古代建筑艺术的集约载体，也是记录三晋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遗迹。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晋祠现存建筑涵盖宋、元、明、
清及民国各个时期的遗存，其主体建筑圣母殿创建于北宋太平兴国9年984年，是中国古建筑中的珍品。圣母殿四周设有环廊，其构造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宋代围廊建筑，对研究宋代建筑风格和技术具有重要意义。殿内彩塑群像共计43尊，均为宋代真彩泥塑，反映了当时宫廷人物的现实面貌和服饰样式，开创了雕塑艺术写实的先河，被誉为宋代雕塑艺术的珍贵实物。晋祠不仅在建筑造型上独具特色，其碑刻、壁画、铸造艺术品均为国宝。唐太宗李世民亲书的《晋祠知名并序》和武则天亲作序的《华严经石刻》，均集中体现了盛唐时期的政治、文化和书法艺术，是研究唐代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资料。晋祠内还保存有宋代建筑鱼沼飞梁，这座十字形木结构桥梁独树一帜，不仅在国内古代桥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世界古代桥梁建筑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献殿、金人台等建筑结构稳固，梁架轻巧，既有大殿的庄严，又显亭阁之雅，充分展示了古人追求形式与功能完美统一的智慧。晋祠园林依山傍水，环境幽静，集自然山水与人工建筑之美于一体。园内古树参天，流水潺潺，与石砌建筑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清雅秀丽的历史长卷。晋祠的建筑群布局严谨，依照古代礼制精心规划，整体呈现出左右对称、轴线分明的格局，既反映出封建统治者人神共治的理念，也体现了古代园林中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晋祠作为古代宗祠园林的杰出代表，其规模、结构和艺术风格对后世建筑、雕塑、碑刻及园林景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研究古代建筑技术、礼制文化和民间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自1961年3月，晋祠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了对晋祠的保护力度。近年来，晋祠博物馆被评为国家4级旅游景区和国家2级博物馆，成为展示3晋文化的重要窗口。晋祠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演变，还成为中国古代园林艺术与宗祠建筑完美结合的典范。其内外建筑、雕塑、碑刻、壁画以及古树名木，无不反映出古代工匠精湛技艺和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漫步晋祠，既能欣赏到庄严肃穆的祭祀建筑群，又能感受到青瓦飞檐、雕梁画栋中的历史韵味。每一处雕刻，每一块碑刻，都仿佛在低语着古代先民的智慧与信仰。晋祠不仅是古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更是一部跨越千年的活史诗，展现了自西周以来晋文化的发展脉络和传承精神。它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使其成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理想对象，也为后人传承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提供了丰厚资源。10小西天，千佛庵又名小西天，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西县城西邑里许的凤凰山巅，依山傍水，三面环山，背靠陡峭如削的山崖，面朝潺潺清流，环境清幽雅致。始建于明崇祯7年1634年，由东明禅师创建。这座佛教禅宗寺院因大雄宝殿内供奉着千尊佛像而得名，后又因重门额题道入西天与城南另一座明代寺院大西天相区分而更名为小西天。整个千佛庵由上下2院组成，总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上院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摩云阁以及文殊、普贤2配殿，左右还有北极殿和马王祠。下院则设有无量殿、维陀殿、半云轩、钟鼓楼以及2座别具韵味的掖门，一门名夷无路，另一门称别有天。虽建筑规模不大，
但凭借巧妙的界山布景和重楼叠阁的灵活格局，千佛庵显得格外独特。站在庵内钟楼殿上，极目远眺，山川风貌尽收眼底，仿佛置身于一幅天然山水画卷之中。大雄宝殿是千佛庵的主体建筑，其屋顶以黄、绿、蓝三彩琉璃赤纹装饰，造型生动，色泽明透，充分体现了明代几世的典雅风格。殿内供奉的主佛以药师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和弥勒佛5尊为核心，每尊主佛均配以胁侍菩萨。殿内还塑造了10大弟子、6小沙弥、琉璃圣境、6欲之天、10大明王以及天宫乐伎等群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满殿悬塑，这些金碧辉煌、大小1000余尊的悬塑佛像，多分布在大佛龛上段的空中楼阁中，精雕细琢的小巧乐伎形象更是妙趣横生。例如，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和毗卢遮那佛龛的2层平台上，各有5位天宫乐伎，姿态各异，或弹琵琶，或执乐器，仿佛在天空中漫舞飞旋，增添了浓厚的艺术韵味。除了大雄宝殿外，千佛庵的其他殿宇也各具特色。无量殿、维陀殿等建筑均依山而建，形成一组错落有致、风格统一的建筑群。两院之间的布局巧妙，使得庵前临河、古木参天、清流涓涓的自然景致与古建筑相得益彰，既保留了传统佛教寺院的庄严肃穆，又融入了山水园林的灵动雅趣。庵后的花园更是别具匠心，虽不大，但经过精心布置，绿树花木，曲径通幽，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花园正中设有一座高出地面约60厘米的台地，设计而上，一副石刻的楚河汉界棋盘便跃然眼前，棋盘上的棋子既可观赏，又能供人静坐冥思。花园西北角还有一个小池，池尽头伴随着人工瀑布，流水潺潺，为整个园区增添了几分灵秀之气。正如园门对联所写：南山胜迹留古道，东院名流绕清街，每一处景致都饱含着浓浓的历史韵味和诗情画意。千佛庵不仅在建筑和艺术上独具魅力，其历史与文化内涵也极为深厚。寺院内保存的官版《明永乐北藏》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藏经史、伦理道德乃至民俗的重要珍本。同时，千佛庵的彩塑艺术填补了中国佛教彩塑史上的空白，被誉为中国悬塑艺术博物馆。其精美绝伦的悬塑作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自1996年11月20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千佛庵一直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妥善保护，并经临汾市宗教部门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倒。这里不仅是信众心中的修行圣地，也是游人领略古代建筑艺术与佛教文化的绝佳场所。登临凤凰山巅，漫步千佛庵内，每一处雕梁画栋，每一尊悬塑佛像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与智慧的传承。无论是追寻佛教禅意，还是欣赏明代建筑的精美雕饰，千佛庵都将以其独特的魅力带给每一位游客深远的文化感受和心灵的洗礼。当你告别山西，脑海中或许还回荡着壶口瀑布雷霆万钧的声浪，也可能萦绕着悬空寺悬于峭壁之上的惊叹，亦或是云冈石窟佛影在灯光下投射出的庄严。这里的每一片砖瓦，每一座古塔，都记录了华夏文明的壮丽与沧桑。这里的每一寸黄土，每一条古道，已见证了岁月更迭与民族荣光。回首再看，或许那平遥古城的古街旧巷，王家大院的恢宏家风，亦或飞虹塔下绚丽的琉璃光影，都将化作一幅幅难以忘怀的记忆画卷。愿你在今后的旅途中，时常想起这片土地给予的震撼与感动。山西依旧在黄河岸畔，太行山路静静守候，
等候着下一位怀揣好奇与热爱的行者再次开启这场横跨千年的时空对话。让我们带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未来的憧憬，将这份沉甸甸的文化记忆与热爱延续下去。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